当新闻都在欢呼台币创下34年来最大单日涨幅，收在惊人的高点时，菜市场的阿莫却捏着手里的钞票直摇头，因为他发现这张看起来更值钱的钞票，能买到的菜却比去年少了一半。各位朋友，这看似矛盾的景象，正是我们今天要一起看清楚的真相。欢迎来到岁月如金。2025年5月5日那天，新台币对美元像坐火箭一样，一天之内暴涨了 4%。这个数字是1988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。电视上财经专家一片欢腾，说这是台湾经济强劲的证明，是国际资金对我们信心的投票，好像我们真的赢了，赢得了世界的认可。但各位朋友，我们活到这个年纪，看过太多起起落落，一个国家经济没有突然爆发，产业也没出现惊天转型，汇率怎么可能一天就飞上天？这不是正常的升值，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金融假象，背后是无数的热钱，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，短时间内冲进台湾市场。他们疯狂扫货台积电、联发科这些龙头股票，把股价推得老高，让市场一片火热。你以为这是天大的利好消息吗？其实不是，这些热钱的目的只有2个字：套利。他们不管你台湾的工厂订单有没有增加，不管夜市的小摊贩生意好不好做，只要这里有机会赚快钱，他们就进来。一旦风向有变，比如美国联准会突然说不降息了，或者国际间哪里又擦枪走火了，这些钱跑得会比谁都快。到时候台币可能一夜之间暴跌，股市也可能像坐溜滑梯一样往下冲。这种情景我们其实不是第一次见了。各位朋友还记得1997年吗？那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，泰铢韩元也是先被热钱炒高，大家以为经济一片大好，结果热钱一撤，崩盘的速度快得让人措手不及，无数家庭几十年的积蓄化为乌有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前，那些房贷证券不也被誉为最安全的投资吗？最后却成了引爆全球海啸的导火索。历史总在惊人的重演。今天台币的狂飙，股市的沸腾，是不是也埋下了同样的种子？让我们看看真实的台湾。今年第一季 GDP 才增长 2% 点多，出口没什么起色，内需市场冷冷清清，中小企业老板见面都在叹气，说生意越来越难做。你到传统市场走一走，跟街坊邻居聊聊天，听到的都是物价涨薪水不涨的无奈，这和新闻里报道的汇率狂升、股市创高的景象根本是2个世界。所以啊，这种繁荣不仅是假的，还可能是一颗定时炸弹，等热钱赚饱了拍拍屁股走人，留下的烂摊子谁来收拾？汇率崩跌，股市跳水，信心崩盘，这绝不是我在这里危言耸听，是无数历史教训告诉我们的真相。当我们在电视前为台币升值欢呼时，国际资本大鳄们可能已经在数着钞票，盘算着什么时候撤退了。现在最关键的问题，不是热钱为什么来，而是他们什么时候走。走的时候会带走什么，又会给我们留下什么伤痛？热钱是没有感情的，他们只追逐利润。如果大家都预期美元要跌，台币要涨，他们就蜂拥而至。但只要风向一变，哪怕只是一则不利的新闻，一个鹰派官员的讲话，这些钱就会毫不留情地撤走，一点情面都不讲。大家看5月2日那天，外资一天就买超台股超过600亿，这像是要做长期投资的样子吗？明摆着就是来短期套利的。他们来的时候静悄悄，一进来就推高汇率拉抬股价，走的时候更快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却可能把整个市场拖入深渊。2015年人民币突然贬值的事，相信不少朋友还有印象。就在贬值前一天，
还有专家信誓旦旦说人民币会越来越强，结果政策一变，市场预期破灭，资金马上疯狂外逃，连美国股市都被拖累下跌。热钱最可怕的地方，不在于它制造的虚假繁荣，而在于它撤退时撕裂的伤口。它推升了股市，却没有创造更多就业机会；它拉高了汇率，却没有让我们的出口产品更有竞争力；它带来短暂的流动性，却埋下了长期的不稳定。如果我们忽视这个问题，就等于把自己的金融安全交到那些看不见的国际炒家手里，他们的手可不会温柔，随时可能重重地砸下来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一波热钱的涌入，背后可能是更大的国际金融博弈。在美国高利率和降息预期的夹缝中，那些跨国金融机构正在两头下注，一边享受美元的高利息，一边把钱投到亚洲市场套利。等他们套利完成，准备离场时，第一个被做空的目标很可能就是台币，就是台股。而此时此刻，很多散户和中产家庭还在为台币的强势欢呼，浑然不知自己可能站在风暴的最前线。眼前这一切其实就是一场看似热闹，实则危机四伏的金融大戏。电视上报道的台币大涨，可能只是资本收割计划的开场白。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现在升值好不好，而是这钱什么时候走，它走的时候会带走什么，又会给我们留下怎样的伤痛。说到这里，央行的处境也非常尴尬。升息吧，马上会压垮股市和房市，银行坏账可能暴增；不升息呢，热钱继续兴风作浪，把房价股价炒得更高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，社会怨气也会越来越重。大家看看台北市的房价，房贷负担率已经创下历史新高，房价所得比超过15倍。一个年轻人想靠正常工作在台北买房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央行如果轻率调整利率，很可能就成为压垮中产阶级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现在的台湾就像站在悬崖边看风景，眼前风光无限好，脚下的土地却在松动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真的要冷静想想，这种靠热钱堆砌出来的繁荣，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？如果这场盛宴过后，只剩下一地鸡毛，最后买单的是谁？答案很可能是你，是我，是所有还留在这个市场上的台湾人。是啊，台股又创新高了，新闻整天都在播报台积电股价破纪录，联发科冲上1000元大关，加权指数站上2万点，连公园下棋的老王都在问，你有没有买 AI 概念股？一时间好像全民都在炒股，谁不进场谁就错过发财良机。但各位朋友静下心来想想，这场资本盛宴真的是建立在台湾经济变好了吗？还是只是热钱进来搅动的一池浑水？今年5月初，外资一天就买超台股600亿，说是看好台湾前景，其实更像是在玩一场高风险的套利游戏。他们追逐的不是台湾产业的未来，而是短时间内能赚到的汇差、利差、股价差。就像你在夜市看到有人成箱扫货，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，而是等明天涨价转手赚差价。外资现在的做法本质上跟这没什么两样。这种热钱来的时候气势汹汹，把核心股票买光，把台币汇率推高，看起来风光无限。但当他们决定撤退时，绝对不会有半点犹豫。就像前几年炒高的大陆新能源股，市场风向一变，连本土资金都跟着恐慌抛售，3个月就能跌掉一半。现在台股的这波热潮，跟那时的剧本何其相似。更何况，今年第一季，台湾上市公司的整体营收年增长才2%多，超过一半的科技公司利润不增反降，这哪里是基本面强劲，明明就是股价跑得太快，把企业赚钱的能力远远甩在后面了。
这个时候，市场上还传出不少年轻人、中年人卖房炒股，甚至用信用卡套现，借信贷增贷去买股票，就为了赶上所谓的 AI 致富列车。这情景像极了当年全民疯买比特币的时候，最后站在高岗上吹冷风的永远是后知后觉的散户。你说这些人是贪心吗？其实也不尽然，很多人只是害怕错过，怕身边的人都发财了，自己却没跟上。可悲的是，这场金融游戏，赢家早就设好了退路，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往往只能赤手空拳在台风天里追风。可能有朋友会说，那我不碰股票，老老实实买房总行了吧？很抱歉，台湾的房市现在也是危机四伏，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高达15倍，意思就是你不吃不喝，要整整工作15年，才能在台北买得起一间房。年轻人刚出社会，就要背上几十年的房贷，工作没几年，贷款年限就已经长达30年，等于把大半辈子都抵押给了银行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一切还建立在一个看似坚不可摧的信仰上，大家都相信房价永远不会跌。我们真的能相信这一点吗？各位朋友回想一下，日本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惨况，多少家庭倾家荡产，或者美国2008年金融海啸前，房价也被炒到天上，最后还不是崩盘收场，无数中产阶级毕生积蓄一夜蒸发。今天台湾各县市的房贷负担率都在飙升，有些地方家庭一半的收入都得拿来付房贷，这压力难道还不够大吗？再加上物价不停上涨，薪水却原地踏步，一家老小的生活开销压在肩上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说穿了，如果房价跌个20%甚至30%，受伤最重的是谁？不是那些财大气粗的建商，也不是早早就买好几套房的大户，而是那些刚咬牙贷款买下人生第一间也是唯一一间房的中产家庭。他们没有多余的资产分散风险，房价一跌，马上就陷入负资产的困境。一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，撕裂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。这种伤痛不是短时间能修复的。与此同时，你以为放在银行的存款就安全无虞了吗？现实可能更让人揪心。2025年，台湾5大银行1个月期定存平均利率才1点多，活期存款利率更是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但我们眼前的通货膨胀率却超过2%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存在银行的钱正在被通膨一点一点地吃掉，就像每天从水缸里舀走一瓢水，看起来不多，但日积月累，水缸迟早会见底。这种看不见的损失，其实比股市暴跌还要可怕。我有位退休的老朋友，当了一辈子老师，辛苦存了几百万养老金放在银行。他说，我胆子小，不敢买股票，也不敢买房，只想安安稳稳存着保本。但现在的利率根本跑不赢物价。他去菜市场发现，鸡蛋比去年贵了1倍，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在涨。就算存款数字莫少，生活质量却直线下降。这个时代最大的谎言，就是让人以为保守就等于安全，可现实早就变了样。这时候你可能会问，那央行能不能升点息，让存款利息高一些？问题是，如果央行升息，房市泡沫可能马上就被戳破，背负房贷的家庭立刻就会吃不消。可是不升息呢？热钱继续炒作，泡沫越吹越大，就像你家屋顶已经开始漏水，你补了东墙，西墙又开始漏，修也不是，不修更糟。央行现在就陷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困局里，不是他们不想动，实在是无路可退，稍有差池，就可能成为引爆整个金融系统的导火线。2025年3月，美国联准会虽然没有立刻降息，
但暗示年底可能会降。市场一听到风声，亚洲的资金就开始蠢蠢欲动。台湾央行这边按兵不动，反而让热钱更加有恃无恐。就像赌场里有人放话说明天赔率翻倍，赌徒们纷纷加码下注，连庄家一时都难以控制局面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台币升值，台股飙涨，背后其实是一个个摇摇欲坠的支柱撑起来的虚幻景象。热钱来的时候不会打招呼，走的时候更不会通知你，他们在轻松赚取利差，我们却在拿身家财产下注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被留下来收拾残局。所以亲爱的各位朋友，当你看到新闻一片欢腾的时候，心里别只想着是不是该进场捞一笔，不妨多思考一层，这背后是谁在布局？这些资金究竟想赚什么？我们是不是正站在别人设计好的棋局里？要记住，金融市场从来不会照顾迟到的人，更不会给散户第二次机会。现在不是贪心的时候，而是该提高警觉，该思考避险，该认真检视自己财务状况的时候。如果你连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都守不住，还有谁能替你守护？在热钱掀起的风暴来临之前，也许最明智的选择不是跟着冲进去炒短线，而是停下来，冷静看看这个市场的真实体质，到底能不能撑过即将到来的考验。别被那些红彤彤的数字迷惑了双眼。有时候看起来越美好的景象，越是危机来临的前兆。最近我常听到有人说，现在钱存银行都没利息了，还不如拿出来投资。听起来好像是无奈之举，其实背后反映的是整个金融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扭曲。央行把利率压在低档，说是为了稳定物价、刺激经济，但各位朋友有没有发现，这种低利率真正帮到的是谁？是那些敢借钱的人，他们用很低的成本借钱炒房炒股，而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存钱的人却被晾在一边，利息少得可怜，连物价上涨都跑不赢。说穿了，这不是单纯的政策选择，而是一种财富的无声转移，从保守储蓄的人身上转移到愿意冒险负债的人手里。这不就是一场经过精心包装的财富在分配游戏吗？过去我们都说钱放银行最安心，现在却变成了最危险的选择之一。我有位邻居阿春姨，去年把毕生积蓄200万存进银行，结果1年下来，利息还不到2万块，连他家附近菜市场的菜价上涨都赶不上。他苦笑着跟我说，以前是拿利息付房租，现在是要倒贴老本才能维持生活。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个残酷现实，他们也被迫放弃原本保守的理财方式，转而投向高风险的市场。结果就是我们看到的，退休的老先生每天紧盯电视股票频道，研究台积电的 K 线图；隔壁的林太太加入高股息 ETF 的 LINE 群组，天天讨论要不要追月配息产品。连还在读大学的孙子都开始用手机 App 买卖美股。这不是大家的理财观念进步了，而是整个社会被环境逼得集体走上冒险之路。不是我们变得更聪明了，而是没人愿意成为这场游戏的输家。在低利率的世界里，连做个安分的储户都成了一种奢侈。问题是，一旦市场风向逆转，谁来为这些被迫冒险的普通人承担后果？银行会负责吗？政府能兜底吗？各位朋友，别再以为把钱存在银行就是稳健安全了。现实是，在这个利率跑不赢物价，政策保护不了存款价值的年代，不作为就等于放任财富慢慢缩水。你不去投资，并不代表你避开了风险，你只是从看得见的市场波动转移到了更可怕的隐形贬值。同样的困境也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。这几年打房的口号，相信各位耳朵都听出茧了吧？7次信用管制，新闻天天报道的热火朝天，可是房价降了吗？没有。
反而越打越高。政府嘴上说要打房，手上却端着一大碗糖水。信用管制、限制贷款成数、取消宽限期，听起来都很严格，但市场上的对策五花八门。你限制个人名义购房，我就用公司名义买；你不给宽限期，我就转去买预售屋。外资炒房团更不是吃素的，早就想方设法进来扫货了。其实明眼人都知道，这不是真打房，是资本在和政策玩猫捉老鼠的游戏。你看看那些号称帮助年轻人的政策，比如青年安心成家贷款，居然可以贷到40年，还有前5年只要还利息的宽限期，利率还特别优惠。表面上是帮年轻人购物，实际上是在给市场找接盘侠。结果是什么？房价继续涨，首购族买在最高点，成了最后的接棒者。政府表面打房，实质在维稳市场，根本是左手出拳，右手又把它拉回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们心里也清楚，如果真的让房价跌下来，可能1/3家庭的房贷会出问题，银行体系要承受巨大压力，地方政府靠卖地收入维持的财政也会崩盘。所以每次打房打到一定程度，政策就会松动。像2024年那次放宽贷款限制，就是很明显的踩刹车。更讽刺的是，每次打房政策一出来，反而成了投资客进场的信号。他们早就摸透规律，一听到风声要收紧，马上抢在政策生效前买进，结果房价涨得更快。我们普通人只能眼睁睁看着房价越飞越高，心里又急又无奈。问题的症结不在政策够不够狠，而是整个社会已经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，大家都相信买房不会亏。这不是空穴来风，是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让大家产生的错觉。当整个社会都深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，再严厉的法规都成了纸老虎。各位朋友有没有注意到，从2021年开始，全台住宅价格指数已经连续上涨超过20几个月，涨幅早就远远超过了薪水涨幅和经济成长。你用企业获利、GDP 增长这些基本面来分析房市是没有用的，因为现在的房市已经脱离了实际经济，变成一种信仰经济。信仰是什么？就是不管你说多少道理，摆多少数据，人们还是坚信房价只会上不会下。但真正的问题是，这个信仰一旦崩塌，各位朋友还记得1989年吗？那一年台股从6000多点一路飙到12000多点，是台湾股市史上最疯狂的年代，房市也跟着一飞冲天，全民都在炒股炒房，谁不投资谁就是傻子。但隔年泡沫破裂，台股在短短8个月内从巅峰跌到2000多点，市值蒸发了80%，房价更是腰斩，无数家庭毕生积蓄一夜归零。30多年过去了，今天的情景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台股再创新高，房市交易火热，大家拼命借钱买资产，连年轻人都急着进场。但我们的经济真的有那么好吗？有没有坚实的基础支撑这么高的价格？我们还有当年那种蓬勃的制造业、充沛的人口红利、源源不断的全球订单吗？答案是没有。现在的台湾产业过度集中在半导体，一旦国际上有个风吹草动，整个经济结构就可能失衡。而一旦股市房市双双崩盘，绝不会是小打小闹的调整，而是系统性的危机。更何况现在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快，杠杆工具更多，崩盘的速度会快得让你反应不过来，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。可能有朋友会说，这次不一样啊，我们有台积电，有世界领先的技术，当年不也喊着亚洲4小龙经济起飞的口号吗？最后还不是泡沫破灭？
真正需要警惕的，不是涨了多少，而是当人们不再相信政策监管，政府和市场成了对赌的双方，这才是最大的威胁。一个失去公信力的制度，就像一艘没有舵的船，泡沫不会在最热闹的时候破灭，而是在所有人都以为它永远不会破的时候，悄无声息地出现裂痕。现在回顾1989，不是为了怀旧，而是为了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，如果我们继续被眼前的繁华迷住双眼，继续忽视制度中的漏洞和不断累积的风险，那么下一次的崩溃来临时，可能不会再给我们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那时候恐怕连想到温水里的青蛙都是奢望。我们其实正站在风暴的中心，没有退路，时间真的不多了，警钟已经敲响。只是这一次，没有人能再假装听不见。全球经济正走向一场全面的紧缩，美国再次举起贸易保护的大旗，对进口商品加值高达 32% 的关税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重振美国制造，实际上是在拆解现有的全球供应链。这是全球资本与产业的一次大洗牌，而台湾却还沉浸在护国神山带来的繁荣幻梦中。台积电确实强大，这一点毋庸置疑，但问题是，台湾的出口结构几乎被半导体绑死了，出口占比超过40%。一旦发生地缘政治冲突，或者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，整个台湾经济就像在走钢丝，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让大厦倾颓。各位朋友试着想想，如果哪天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关键技术出口，或者台海周边出现紧张局势，国际客户会不会犹豫？订单还该不该放在这个可能随时断裂的地方？2025年上半年，全球避险情绪明显升高， OECD 把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到2点多，连联合国都发出警告，新一波主权债务危机正在酝酿。台湾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，台股再创新高，房市热度不减，但这真的是经济底子厚实吗？其实不是，这是金融化高度集中的结果。就像一个人吃了太多兴奋剂，外表看起来精神奕奕，其实身体已经透支了。变化其实早就悄悄发生，只是很多人没有察觉。企业开始外移，连本土的制造工厂都在缩减规模。日本、美国、欧洲的厂商不约而同地加速供应链分散，有的把高阶制程搬回本国，有的把低端生产转到印度、越南。台湾在这场全球重组中正逐渐被边缘化，媒体天天报道接到新订单，但各位朋友有没有想过，这些订单可能只是过路财神，不代表未来的竞争力稳固。10年前，我们还能靠出口红利，靠货币宽松支撑场面。10年后呢？如果经济过度依赖半导体这一个产业，一旦这个产业出问题，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就像系在一根细线上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现在的台湾就像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，问题是这个篮子已经开始摇晃，而引信正从四面八方点燃。此时此刻，如果还只盯着股市的红盘，汇率的强势，无异于在玩火。很多人说房价不会跌了，台股还会继续涨，也有人信心满满的说政府会有办法的，台积电会撑住大局的。但各位朋友请想一想，台积电就得了全台湾的中产家庭吗？能让你家的房贷压力消失吗？能替年轻人扛起未来30年的生活重担吗？我们不能因为对一家企业的信仰，就忽视整个经济结构的脆弱。如果只专注眼前的喧嚣，就会忽略背后正在酝酿的风暴。现在的繁荣，其实更像一场末日狂欢。你看，汇率升，外资买台股，房价不断创新高，到处都在喊新时代来了，全民致富不是梦。但只要经历过金融海啸的朋友都知道，最喧闹的时候
往往就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。媒体每天都在喊涨，亲友群组里天天有人晒股票获利截图，连公园里散步的老先生聊天话题都离不开0056和台积电。你觉得这是全民理财素养提升了吗？不，这很可能是全民陷入集体狂热的信号。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，真正推动这波行情的钱是谁的钱？是外资的热钱，是政府宽松政策释放出来的资金。那经济的基本面撑得住吗？有新的产业能支撑台湾的长远发展吗？一旦这些热钱撤离，市场能不能稳得住？如果答案都是否定的，那现在的繁华盛景很可能只是下一场崩盘的前奏。我们必须开始反思，媒体为什么不断鼓吹买进，投资论坛为什么只宣传赚钱的故事，社交平台上为什么没人提醒风险？这些声音背后是谁在主导？谁希望你接手那些正在被抛售的资产？谁正在悄悄退场，把风险转嫁给后来者？作为政策制定者，现在不该再等待全球局势好转，也不能只指望台积电力挽狂澜，必须正视台湾面临的系统性风险，赶快建立有效的缓冲机制和风险防火墙。如果等到泡沫破灭那一刻才行动，央行就算再有决心，一旦市场信心崩溃，也挡不住资金外逃的洪流和恐慌情绪的蔓延。对我们这些普通家庭来说，投资当然可以做，但更重要的是好好检视自己承担风险的能力，不要为了追求高报酬就把全部身家压在同一个地方。股票可以买一点，房产也可以有，但千万别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特别是在国际局势如此敏感的时刻，也不要听别人说现在不上车就来不及了，就冲动的卖房炒股或借钱投资。这个时代，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谁赚的最多，而是看谁能守住自己的底线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是中产家庭，更应该静下心来思考，家里有没有足够的应急现金，资产有没有分散在不同领域，负债比例是不是太高，有没有做好应对外部冲击的准备。这不是保守，因为对我们很多人来说，资产就那么一套房，存款就那么几十万，一旦压错方向，很可能再也翻不了身。经历过1990年那场股灾的朋友，一定还记得当时的惨状。台股在短短8个月里，从12000多点暴跌到2000多点，房价跟着腰斩，多少家庭毕生积蓄一夜蒸发。那场灾难是突然降临的吗？不是，是早就埋下了种子。而今天，这些种子又重新发芽，只是我们愿不愿意睁开眼睛看清楚。风暴来临前从不预告，但它一定会来。能够挺过风暴的，从来不是最会赌的人，也不是最懂看 K 线的人，而是那些提前做好准备，脚踏实地，懂得及时止损的人。现在是时候看清现实，不再被眼前的喧嚣冲昏头脑，冷静思考，究竟是谁在推你进场，谁已经悄悄退场，而你是想成为被收割的韭菜，还是那个能全身而退的智者？选择权永远在你自己手上。各位朋友，人生走到我们这个阶段，看过风风雨雨，更要懂得守护好自己辛苦累积的一切，不要被市场的喧嚣迷惑，保持清醒，稳健前行，这才是岁月赋予我们的智慧。我们下次见。